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高人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通过观天象、占卜等方式预知未来，并将这些预言记录下来。其中最为人们熟知且备受尊敬的一位便是刘伯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以其玄学造诣闻名于世。刘伯温与明朝国运。刘伯温，元末明初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明朝国运的精准预测。相传，刘伯温精通易经、八卦、天文历法等学问，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预见国家未来的走向。《烧饼歌》便是这样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作品，据说是刘伯温在晚年时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在这部作品里，他用隐晦的语言对未来数百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可能发生的大事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对2025年东方出圣人的著名预言。《烧饼歌》中的预言解析，关于2025年东方出圣人这一预言，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将会有一位具有非凡领导力的人物出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也有人将其解读为某种形式上的变革或转折点，可能涉及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等多个层面。无论具体含义如何，《烧饼歌》中对于未来世界的描绘无疑激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这类预言时，我们应当保持理性态度。虽然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些看似神奇准确的预测案例，但更多时候，所谓的预言往往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验所做出的一种推测性判断。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曾经被视为不可思议之事，也可能逐渐被科学解释清楚。因此，在面对诸如2025年东方出圣人这样的说法时，我们不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而是从中汲取灵感，思考如何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通过对刘伯温和《烧饼歌》中相关预言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历史上的许多预言充满了神秘色彩，但它们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圣人降世背后的深层意义及其对当今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二、圣人降世的背景与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天下有难、天地气数大变之际，总会有一些非凡的人物应运而生。这些人物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他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以其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世人指引方向，化解灾厄，并最终重塑社会秩序。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有诸多记载，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有相似的传说和记录。圣人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难，例如朝代更迭、战争频发、天灾不断等，这些都是天地气数大变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心灵普遍陷入迷茫和恐慌之中，急需一位具有高度智慧和道德感召力的领袖来稳定局势。圣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他们通过自身的经历和磨砺，获得了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在沉浮苦难中，圣人的心性得到了极大的磨练，他们经历了种种考验，从物质的匮乏到精神的煎熬，从个人的困境到国家的命运，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然而，正是这些苦难，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性和社会的本质。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修炼，
圣人逐渐具备了引领时代的能力。圣人的使命不仅仅是化解眼前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奠定基础。他们通过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制定出长远的发展策略，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通过教育和文化传播，启迪民众的思想。圣人不仅解决了当下的问题，还为未来的世代指明了方向。此外，圣人还承担着化解灾厄的责任。在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刻，圣人凭借其智慧和慈悲心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人民渡过难关。无论是治水的鲧禹，还是平定战乱的周武王，他们的事迹都充分展示了圣人在危难时刻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总之，圣人的降世不仅是对时代的回应，更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关怀。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奉献，为世人带来了希望和光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当今世界形势与天道考验，看看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顺应天道，破除僵化认知，以度过劫难，走向觉醒。三、当今世界形势与天道考验。在探讨圣人降世的背景与意义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世界局势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际政治格局动荡不安，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也在不断升级。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混乱，更是深层的天地气数大变的表现。从古至今，每当历史进入这样的转折点，天道便会降下道劫，考验人类的智慧与韧性。一、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博弈愈演愈烈，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试图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则在崛起过程中寻求新的国际秩序。此外，欧洲内部的政治分化、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非洲的贫困与冲突，都使得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不仅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困难。二、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洪水、干旱、飓风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些自然灾害不仅是自然界的警示，也是天道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回应。长期以来，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忽视环境保护，最终导致了大自然的反噬。面对这些灾难，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模式，寻找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道路。三、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但这也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移民问题、宗教信仰差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身份认同、价值观和社会公平的深刻关切。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找到共识，构建包容和谐的社会，成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四、业力浮现与天道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天道降下的道劫显得尤为明显。所谓的道劫，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面临的各种考验和磨难。这些考验既是外在环境的变化，也是内在心灵的试炼。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业力逐渐浮现，
过去的错误行为和不良习惯开始显现其后果。只有通过顺应天道，破除僵化的认知模式，人类才能度过这一劫难，走向真正的觉醒。5、顺应天道与破除僵化认知。要应对天道降下的考验，人类必须学会顺应天道。这首先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尊重自然法则，遵循道德准则。其次，我们要破除僵化的认知模式，勇于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唯有不断创新和变革，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路径。总之，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天道降下的道劫，对人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变革，以智慧和勇气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稳脚跟，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4个人蜕变的4个阶段。在天道考验下，个人的蜕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改造。通过上上下下练心性如不动定根基5行有情和性命天地人潮聚如一这4个阶段，个体能够完成内在的升华与外在的转变。1、上上下下练心性。在这个阶段，个人需要经历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心的起伏。这些变化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暴雨。通过这些经历，个人的心性得以磨砺。例如，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个人需要学会坚韧不拔；在面对成功和荣誉时，个人则要学会谦逊和冷静。这种上上下下的锤炼，使个人逐渐具备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心理素质和智慧。2、如不动定根基。经历了上上下下的磨砺后，个人需要进入一个更为稳定的状态，如不动。这意味着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个人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这种状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正如《道德经》中所言，致虚极，守静笃。只有在内心宁静的状态下，个人才能更好地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这个阶段，个人的根基得以稳固，为后续的蜕变打下坚实的基础。3、五行有情和性命。在稳固了内心的基础上，个人需要进一步实现五行有情和性命。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代表着自然界中的5种基本元素。五行有情意味着个人需要与自然界的这些元素和谐共处，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例如，通过冥想和呼吸练习，个人可以感受到身体内部的气流，进而与自然界的气息相融合。这种内在的和谐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身体健康，还能增强其精神力量，使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时更加从容不迫。4、天地人朝聚如一。最终，个人需要达到天地人潮聚如一的境界。这意味着个人不仅与自然界的万物和谐共处，还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个阶段，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个人不再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而是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统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更是一种实践路径。通过不断的修炼和实践，个人能够逐步实现这一目标，成为真正的圣人。通过这4个阶段的蜕变，
个人不仅能够应对天道考验带来的种种挑战，还能够在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最终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这样的蜕变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5、圣人的使命与感召。在个人蜕变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人招聚如一的境界后，某些非凡的灵魂将更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圣人。圣人不仅仅是个人修炼的极致体现，更是天道的执行者。他们肩负着普度众生、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崇高使命。圣人的涅槃之路，是从有我到无我的升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圣人逐渐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局限，将个体意识融入宇宙的大局之中。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放弃自我，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觉醒。圣人通过深刻的内观和修行，洞察到万物一体的本质，理解到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圣人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以一种无私的心态去关怀和帮助他人。作为天道的执行者，圣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凡的智慧，他们能够预见未来的趋势，洞悉世界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天道的发展策略。圣人不仅自身达到了心灵的纯净与和谐，还致力于传播这种精神，感召更多的人走上觉醒之路。他们通过言传身教，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周围的人，激发人们内心的善念和潜能，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圣人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往往感到迷茫和无助，急需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指引。圣人以其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成为人们心中的灯塔，为迷失的灵魂指明前进的道路。圣人不仅在精神层面给予支持，还会通过实际行动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人们渡过难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激励着无数有志之士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共同创建盛世。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许多圣人都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时代的命运。例如，佛陀释迦牟尼通过悟道成佛，创立佛教，教导众生如何解脱苦难；孔子则通过传授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化根基。这些圣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智慧和教诲至今仍被广泛传颂，继续影响着世界。总之，圣人的使命在于引导世人走向更高的觉悟，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通过自身的涅槃和感召，唤醒人们的内在潜力，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圣人的一份子，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奉献，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希望。6时代变革与商业转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正经历着从物质架构向知识架构的深刻转变。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上，更深刻地影响了商业运作的核心模式。在过去，物质资源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而如今，知识和智慧成为了新的财富源泉。从物质架构到知识架构。在传统的物质架构中，企业和个人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能力。然而，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和信息成为了新的核心资源。无论是科技创新、管理理念还是商业模式，
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企业不再单纯依赖于物质资本，而是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治理资本。服务业和教育业成为盈利产业。在知识架构下，服务业和教育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无论是健康管理、旅游休闲，还是金融咨询，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同时，教育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终身学习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来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线教育、职业教育等新兴领域更是蓬勃发展，为个人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商业重心从产品转向人。过去，企业的成功往往依赖于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而在知识架构下，商业重心正在从产品转向人。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产品的功能性，而是更加关注产品背后的品牌文化和服务体验。企业需要通过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这要求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情感连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个人需提升文化素养，靠无形价值赚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个人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传统的物质财富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个人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知识和智慧将成为个人最宝贵的资产。此外，个人还需要学会依靠无形价值来创造财富。例如，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打造个人品牌等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总之，时代变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更是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不断提升自己，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在未来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未来社会的合作与发展。随着时代从物质架构向知识架构的转变，未来的社会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合作与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独立性和协作性都将显著增强，而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将从传统的雇佣关系逐渐转变为更为灵活和多元的合作关系。个人独立性的增强。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独立性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获取更加便捷，个人可以轻松地接触到各种知识和资源，从而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远程工作和自由职业的兴起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娱乐和社交等。协作性的重要性。尽管个人独立性增强，但协作性同样不可或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单打独斗往往难以应对挑战，团队合作和优势互补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未来的合作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组织结构，而是更加注重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例如，一个科技项目可能需要工程师、设计师、市场专家和心理学家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参与，通过各自的优势互补来实现项目的成功。从雇佣到合作的关系转变，
传统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将逐渐被更加灵活的合作关系所取代。企业不再单纯依赖于固定的员工队伍，而是通过项目制或任务制的形式，与各类专业人才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合作。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企业和个人都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同时，这种合作关系也更加注重双方的平等和互利，有助于建立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工作环境。木桶理论的失效与扬长策略。在传统的管理理念中，木桶理论强调的是弥补短板，以提升整体水平。然而，在未来的合作模式下，这种理论将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刻意扬长的策略，即通过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来实现团队的整体提升。这意味着在组建团队时，应更加注重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体的全面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团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状态，实现高效运作。线上线下经济的交相辉映。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趋势。线上平台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展示和交流空间，使得信息传播和资源整合变得更加高效。与此同时，线下体验和服务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线上线下经济的结合不仅可以提升用户体验，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通过线上预约和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总之，未来社会的合作与发展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个人和企业都需要适应这种新的模式，不断提升自身的独立性和协作能力，通过优势互补和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8个人奋斗关键词的转变。在当今社会，随着物质架构向知识架构的转变，个人奋斗的方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奋斗模式往往侧重于外求，即通过外部资源的积累和获取来实现个人目标。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未来的个人奋斗将更多地转向内求，即通过内在的成长与提升来实现自我价值。智慧不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累积，而是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洞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这要求个人具备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未来社会需要的是能够不断提出新想法、新方法的人才。无论是科技领域还是艺术创作，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个人应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勇于尝试新的事物，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独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个人独立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或创业。独立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自主，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独立的人能够自主决策，不受他人左右，拥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在未来的社会中，独立将成为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个性化的表达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和视角，这些差异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态。
未来社会鼓励人们展现真实的自我，尊重个体的独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将受到市场的欢迎，而那些能够彰显个性的品牌也将获得更大的成功。理想是指引人们前行的灯塔。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理想的实现不仅是个人的幸福，更是对社会的贡献。未来社会需要有理想的人，他们不仅关注个人的成功，更关心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福祉。个人财富路线，未来的个人财富将由行为能力、信用和人格决定。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效的工作能力是基础，而信用和人格则是关键。在高度透明的信息社会中，个人的信誉和品德将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因此，培养良好的个人品质和道德操守变得尤为重要。总之，个人奋斗的关键词正在从外求转向内求，未来的成功将更多依赖于内在的成长与提升。智慧创新、独立个性和理想将成为个人奋斗的关键要素，而行为能力、信用和人格则决定了个人的财富路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旧时代考验与自我管理。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个人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选择。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和不断涌现的新机遇，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这种选择不仅关乎职业发展，更关乎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首先，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声音和观点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容易让人迷失方向。因此，培养一种冷静思考的习惯至关重要。对于大事，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入分析各种可能性，权衡利弊，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发展方向的选择。而对于小事，则可以适当糊涂一些，不必过于纠结于细节，以免耗费过多精力。其次，避免同质化是另一个关键点。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中，许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往往会盲目跟风，忽视了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和特点，只有找到并发挥这些独特之处，才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认知，发掘自己的潜力，勇敢地走出与众不同的道路。此外，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自我管理包括时间管理、情绪管理和健康管理等多个方面。通过合理规划时间，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通过有效的情绪调节，我们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应对各种挑战。通过科学的健康管理，我们可以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为实现目标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实现生命中的3次大转折，更是需要我们具备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第一次转折往往发生在职业选择上，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第二次转折可能是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上，我们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活的和谐。第三次转折则可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调整，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总之，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个人奋斗关键词从外求向内求的转变，要求我们在面对选择时保持冷静，避免同质化，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实现生命中的3次大转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使传统文化复兴与人类出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人不仅需要通过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来应对选择的考验，还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层面寻找出路。未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这不仅是对历史智慧的重新认识，更是对现代人心理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文化复兴的必要性。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寄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和生活智慧，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回归内心的方式。例如，儒家的仁爱礼义，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以及佛家的慈悲为怀因果报应，这些理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因心理问题回归修心。现代社会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成为普遍现象。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传统文化中的修心之道，如禅修、冥想、太极拳等，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调节情绪，从而达到身心和谐的状态。通过修心，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进而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觉醒之人与时代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具备觉醒力的人才能在时代变革中生存并取得成功。觉醒之人不仅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还能够洞察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懂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保持冷静，不被外界干扰所迷惑。同时，他们也能够通过内在的力量，化解外在的困难和挑战，实现自我超越。觉醒力是核心竞争力。觉醒力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修养，也是一种强大的竞争力。在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仅靠外在的技能和知识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局面。觉醒之人能够通过内在的修炼，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决策能力。他们能够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冷静，从容应对，在机遇来临时抓住机会，迅速行动。这种内在的力量使他们在职场、家庭乃至人生的各个领域都能够游刃有余，取得成功。传统文化复兴与个人成长。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通过学习和实践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个人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在时代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亦或是佛家的放下执念，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内在的修炼，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总之，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人类在新时代寻找出路的重要途径。通过修心和觉醒，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那些具备觉醒力的人，才能在变革中生存并取得成功，成为时代的引领者。11觉醒与自我认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个人觉醒不仅仅是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更是对内在世界的深刻探索。觉醒的过程是一个逐步了解、认可并最终爱自己的过程。这种内在探索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还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定。首先，
觉醒意味着对自己有更深入的理解。人们往往容易被外界的标准和社会的期待所束缚，忽视了内心的声音。通过觉醒，个体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情感和价值观。例如，一个人可能长期被家人期望成为一名医生，但经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后，他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艺术创作。这样的觉醒让他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而不是被迫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其次，觉醒也意味着对自己的认可。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评价体系多样，很多人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中。然而，真正的认可来自于内心深处。只有当个体真正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建立起坚实的自信心。这种自我认可不仅使个人更加坚韧，也能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的心态。例如，一位曾经因外貌而自卑的人，通过觉醒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再受他人评价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自信和从容。再次，觉醒还意味着爱自己，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情感表达，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关怀和呵护。爱自己意味着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和关爱他人。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不会因为外界的批评或否定而动摇，而是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比如，一位作家在遭遇读者负面评论时，能够坦然接受，并从中汲取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自我否定。最后，觉醒使人明白，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往往是其内心的投射。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常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这些评价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和痛苦。然而，当我们觉醒后，会逐渐认识到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更多反映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心态。例如，一个总是批评别人的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不满和焦虑。因此，我们不需要过度在意他人的负面评价，而是要学会过滤掉那些无意的信息，避免人际污染。总之，觉醒与自我认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晰。通过深入了解自己、认可自己、爱自己，并理解他人评价的本质，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认知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认知的改变来塑造更好的未来。12认知与世界的关系。在探讨觉醒与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个核心议题：认知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决定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互动方式。正如古代智者所言，心外无物，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认知决定世界。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内在认知的外在投射。每个人的生活体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成功还是失败，都深受其内在信念和认知模式的影响。例如，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即使面临困难和挑战，也会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从而更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一个自我怀疑的人可能会在同样的情境下感到无助和绝望。这种差异并非源自外部环境的不同，而是由个体的认知模式所决定的。接纳自己，不活在他人眼光里。其次，要真正理解认知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必须学会接纳自己。这意味着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再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
许多人常常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而束缚了自己的行为，甚至压抑了内心的渴望。然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的独立。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并且勇敢地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时，才能真正活出自我，不受外界干扰。破幻修行，感恩经历。此外，觉醒的过程也是破除幻象、回归真实自我的修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识别并纠正那些扭曲的认知。每一次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宝贵的财富。通过感恩这些经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提升自己。正如古人所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有通过不断的反省和修正，我们才能逐渐摆脱心灵的枷锁，走向更高的境界。不共振他人投射，坚持做自己。最后，我们要明确一点，他人的看法往往是其内心状态的反应，而不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因此，在与人交往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被他人的负面情绪或偏见所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隔绝与他人的联系，而是要学会筛选信息，只接受那些对我们有益的部分。同时，我们也需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总之，认知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课题。通过不断的自我探索和实践，我们可以逐步建立起更加健康积极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接纳自己，感恩经历，破除幻象，坚持做自己，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实现真正的自我成长和发展。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